4-2，AG 有惊无险的拿下 K 甲冠军 WST。赛后采访里 ，WST 表现的有些不甘心啊，认为自己还有很多强势的吃分体系没有拿出来，感觉输得有些冤枉。其实对 AG 来说也是一样的，人家拿的也都是新体系，什么发育路白起、辅助孙膑，还有打野宫本。AG 昨晚在阵容的 BB 上比较灵活多变，很多以前固定的吃分体系都拆开来用了，所以 WST 在拆招方面就显得有些混乱。BB 是一方面，局内发挥又是一方面。接下来大家一起跟随小罗的解说，我将详细复盘双方比赛的第5局，看看 AG 在打法上相比以前都有哪些进步。首先，宫本对抗卢开，他是想把双边的优势发挥到最大。宫本帮关羽抢线，抢完后再带着关羽反烧鸡和刷赤甲，同时再蹭一下蓝区小野的经济和经验，能够让关羽的经济最大化。另外，辅助太乙1级死保下路，给一诺的吃叉加钱，发现了吗 ？AG 开局就让他的双边非常的舒服，双边资源控得好，那关羽肯定就比狂铁先升4，上路抢了剑，直接转中。AG 利用关羽升4的间隙，想提前开节奏。你看，假视野转上，实际上常回草丛，目标就是甄姬。这个时候，甄姬想帮队友挤中左，走位反复试探，可轩辕耐得住寂寞，就是不动手。然后甄姬觉得草里没人，才敢过来踩视野。注意关羽的细节，他现在满能量，如果直接一技能劈，会把甄姬劈出去，所以轩辕先点回城，断一点能量，这样一技能就是赚一刀，然后满能量后再2技能把甄姬踩回来，最后大招推，思路很好，但可惜了，2技能刚好和甄姬贴脸错位了，然后甄姬交闪，大招没推到，对方想反打，关羽极限掉头，躲了甄姬的大招和盾3的2闪，还是很秀的。接着3分半的节奏，轩辕只推一个前排兵，想让对方掉一个兵的经济，然后队友在蓝区埋伏，想蹲甄姬转线。AG 知道甄姬没闪的，但太乙闪现没开到，前期 AG 小节奏开的还是比较多的，但也确实因为操作方面的原因，他没有拿到击杀。那这样一来，上路轩辕就遭殃了，对方2人过来抓，轩辕想吃前排兵，被杨戬1-2狗到，但轩辕手速贼快，他在杨戬2技能到来之前，把杨戬顶到了塔下，然后瞬间大招反推，狂铁2A 断马腿，同时帮忙扛塔，想让杨戬撤出来，但杨戬没理解到他还在清兵线，最后还退到了2塔。这里WST 语音肯定出现了矛盾，狂铁想的是我帮你断马腿，帮你扛塔，你赶紧出来，而杨戬想的是对方肯定来包我了，我走不掉，我索性卖掉自己，你狂铁自己走就行。2个人都是好心，但思路不一致，结果就是打野和边路双阵亡，这就比较尴尬。AG 想方设法的开节奏开不出来，反而在上路白白捡了2个人头。紧接着 AG 压上线，对方杨戬也到了，曹操想提前打一波2v2，所以开大留人，但轩辕不为所动，疾跑、大招、兵甲一个都没交，这里就能看出对抗路经验上的差距。AG 他知道我下一波马上要开龙，还要打红区，关羽技能肯定不能随便交的。你看曹操没大了，可杨戬依旧在开龙， WSD 的上野联动效果太差了， AG 肯定要开你的。关羽直接龙坑绕后，一个没大招的曹操根本盯不住关羽，轩辕2技能踩3个，231接兵甲，这波太爽了。对面盾3哪怕背到了曹操，也打不出输出来。我们仔细来看一下曹操视角，盾曹合体，喵的大招差一点 CD 啊，后面技能好了，人家早把团战打完了。AG 四下拉扯，关羽还带走了残血盾3，曹操空有一身蛮力，使不上劲啊，想留关羽又被太乙拆火，最后关羽宁愿送塔也不给曹操捡漏。请求集合。AG 想再拔一个中塔，狂铁用命上来留人，可宫本大招好了，终于拉扯出去，没有吃到塔伤，狂铁阵亡。看到甄姬一个人往前冲，终于感觉不对劲，马上空2跑路。果然曹操一闪接大，配合甄姬大闪收割，但曹操不仅没留住人，反而被反控了一下。来看曹操视角，首先曹操的1技能只有第3段才有控制效果，一般都是第3段1技能接闪现，你才能把人留住，然后吃了控制之后再大招解控反打。可安然的操作太着急了呀，直接1技能1段接闪现输出，你这样操作是没有控制效果的，而且你上去就开大招，也没有留大招解控，接着你原地罚站，眼睁睁看着 AG 全跑了，最后1技能3段本来也能杀个太乙，可惜你竟然还是打空了。回放一下，这里实话实说 ，AG 全部残血且太乙没有大招。如果你的1技能先在草里用掉第1段，最后2段用来突进，然后大招留着解控用，他最后那个1技能3段把人留住，配合甄姬大闪 ，AG 是要炸的，还是太着急了。面对 AG 这种老牌强队，新人选手太容易上头。
视频到结尾必须要夸一夸渲染的关羽，玩得很 C 啊，技能细节、节奏把控都做得非常好，开团抗压更是一点毛病都没有。然后总结一下 A G 相比以前的变化，我认为 A G 首先在 BP 阵容上它更多元化了，不会一板一眼的拿阵容，应该是一诺回归后做出的调整。另外第二点 ，A G 它没有那么慢热了，4分钟前哪怕是边路都会想办法去出节奏，这点非常好。不过从整体的表现来看，目前 A G 比起狼队还是欠缺一些统治力，希望后续能够稳一稳自己的下限，不然第2轮如果碰到狼队也难有胜算。